没想到我会以这样的方式离开杭州。辞掉上一份工作后，我就暂住在姑姑家。我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如果11月份之前还没找到专业相关的工作，就随便找一份工作先过渡，回家过完年再重新开始。结果是约定的时间到了，我依然没有找到。于是在国庆的当天，我开始认真考虑其他选择，送外卖、进厂或当服务员。最后我在其中选择了服务员。很快有2家餐厅给了我明确的工作邀请，我正犹豫该选择哪家时，无意间看到一则招聘消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去问，没想到仅仅沟通2个小时，双方就达成了合作意向。我立刻回绝了那2家餐厅。就这样，我又回到了自己熟悉的领域和自己熟悉的地方——贵州。现在回想起来，这一切好奇妙。9月初，我刚从贵州来到上海、杭州找工作，兜兜转转又回来了。以前我一直对大城市有一种莫名的向往。毕业那年，我第一次来到杭州，满心以为自己会在这里工作生活很久，甚至为此拒绝了一份不在杭州的工作。可找了一圈下来，发现那些岗位都不适合自己，最后因为没找到合适的工作，就离开了。回贵阳了。在杭州这几天，真的是感觉好难过。杭州我已经来过了，上次已经来过一次杭州，也是在这边找工作，也是没有找到一些好的工作，然后我又走。然后算上今天这一次，我算是第2次离开杭州了，来了2次杭州找工作都没有找成，现在就要走了。当时我以为是自己对工作太挑剔了，才没能留下来。于是在今年9月1日，我调整好了自己的心态，再次离开家乡，先到上海待了半个月，没找到工作，又想起了之前在杭州曾拒绝过2份工作，于是我又一次来到了杭州。但这次不一样的是，几乎都是工作拒绝了我也渐渐意识到自己内心并不喜欢在那一片片高楼里上班。每次面试往返的路上，我总忍不住幻想，如果自己能在一个环境优美的地方工作，那该有多好。后来找服务员的工作时，我也可以挑到那些环境舒适的餐厅，不愿去商场里的餐厅。就在我纠结选择哪家餐厅的时候，那一则招聘消息出现了，一份远离城市高楼又和我专业相关的工作，我没多想就爽快答应了。但等激动的心情慢慢平复后，我才开始有点不确定，我是不是冲动了。对方明明问我要不要多考虑几天，我却想都没想就答应了。这不像平时的我，总会说考虑一下，但这次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毫不犹豫答应了。我开始担心，如果真的去上班了，发现工作内容并不像想象中那样喜欢，以我的性格，大概率还是会离开。那样的话，又要重新找工作，浪费时间，说不定连过年回家的钱都攒不够。但票已经买了，也答应了对方。算了，别想那么多，走一步看一步吧。其实这次出来找工作，最让我意外的是自己心态的变化。曾经那么执着着想留在大城市，觉得那里的高楼大厦代表着某种成功人士的样本。可当真正穿梭其中求职时，才发现那些玻璃幕墙反射出的并不是我想要的未来。也许成长就是学会分别，别人都说好和自己真正需要之间的区别。就像这次，我明明有更稳妥的选择，那2家餐厅的工作触手可及，却还是被一个不确定的机会吸引。
那种毫不犹豫说好的瞬间，或许就是内心最真实的声音。